欢迎来到科普医美新知，我们欢迎张帅张医师。哇，我今天看到依颖的发型，我刚刚真的很想讲，很有风格，很像。有没有很漂亮？武状元苏乞儿。你讲的好像一点都没有质感。你有看过那部电影吗？其实没有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透露年龄。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应该很多人很有兴趣。你知道玻尿酸什么时候开始打的吗？那个时候你应该还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在打玻尿酸。的时候吧。玻尿酸打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10多年。那所以有时候有些客人啊，他只要是超过15年以上打的，其实可能都不是玻尿酸，可能被人家打到不知名的东西。可是这10几年来，除了玻尿酸，还有很多东西，包含现在很多胶原蛋白的增生剂，也有甜脂。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有很多人有什么问题，全部都靠填充解决。我有法令纹填起来，我脸颊凹填起来，我的脸太圆，打个下巴把它填起来。对，我鼻子不够挺，填起来，我的额头凹填起来，全部都填起来。但脸这样很僵，对，整个会这样。你讲到重点了。身为解剖美学的奠基者，我始终坚持解剖分层为基础，结构力学来设计，安全优先是原则。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就是什么形状就不会凹凸，什么形状没有纹路就是球。不是姜饼。把一个脸变成就是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姜饼人，其实。他脸上就没有纹路，超人。他脸上没有纹路，你看他没有泪沟，没有法令纹，没有木偶纹，因为一个圆就不会有任何纹路。可是这样好看吗？不好看，不好看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几年啊，在大陆呢就产生一个名字叫蛮化脸。蛮是馒头的蛮蛮化脸蛮化脸第1集我们讲到是中脸，还没有看的人赶快回去看蛮化脸第1集。中脸的部分，那我们今年要讲蛮化脸下半脸的蛮化。蛮化脸呢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说法，那在医学上呢，我们叫做 OFS。对，这个有些医师可能连 OFS 什么都不知道Overfeeding Syndrome。过度填充症候群 ，overfeeding syndrome 其实这个名词大家开始了解一下。大家去看很多频道，他只会跟你讲蛮化脸很僵然后告诉你什么叫蛮化脸，没有讲的那么深。对，只跟你讲说我们要避免自己产生蛮化脸，但是如果你已经变蛮化脸了，要怎么处理？对，没有错。我们的频道是知识型的频道，跟他们不一样，我就会告诉你怎么做会比较好。很多人医师呢，他在台上讲的时候会说，这个东西我们要打在正确的层次，但是他们都不告诉你正确的层次在哪，或是怎么打到正确的层次。这种打高射炮讲得很含糊，他只告诉你蛮化脸不好。废话，我也不想要变蛮化脸，但是你没有告诉我，所以我要怎么样避免？对我现在已经蛮化脸了，谁可以救我？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是蛮化脸。这些照片呢，都是我在网络上收集的照片他们已经在网络上都公开了，这样我们才不会因为动他们照片来讲，被人家说我们怎么。下半脸的蛮化脸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中脸跟下脸之间没有界限，就是一整坨在这儿。对。然后它会表现怎么样？好饱满哦。你知道很多蛮化脸，它原本也不想要蛮化，它想要让它变得比较幼态。就是让它看起来比较年轻。你知道有一个名字叫幼态脸吗？幼态脸就是我们脸上不要这些纹路，不要凹凹凸凸。小宝宝们当然脸都蓬蓬的好可爱，小孩子满满的胶原蛋白。那我们也想要这样，可是一填充过头了，从幼态脸变蛮化脸，结果看起来更老。所以蛮化脸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症状，就是它会下垂的很严重，因为太过头了。再来，它有第2个症状，就是你刚刚讲的脸变得很僵。所以我们一般在笑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组织是有一个明显的移动，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他都是一坨，就是很蛮化之前有客人一开始听到蛮化脸，会说是很野蛮嘛？少人永不为奴。不是，是很馒头的馒，是馒头的馒。你再看这几个。乍看之下都觉得哇，很漂亮，看起来怪怪的。我们回春是要变成以前你的样子，变漂亮是要自然的样子。我们希望改善凹凸，不是要变馒头。第一个，它会看起来变得比较垂，然后因为填充过头了，本来该有的一些分界没有了，中脸下脸之间就连在一起，整个连在一起就看起来很大。然后像我刚刚看的笑不太起来。还有一个状况，好，他笑得起来，可是笑起来的时候鼓在那里一大坨，对，然后
很像夺文具。好，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频道都有讲这个张医师啊，你不是说你要跟人家讲不一样的吗？怎么预防，怎么处理？好，我们先讲为什么会有刚刚这个状况。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是一篇很有名的论文哈。我想在华人圈对这个构造研究最深的可能是我。好，这个东西叫面颌韧带。好，可能有很多医师没关系，你很好奇，很多医师也不知道什么叫面颌韧带。面颌韧带叫做 transverse facial septum。那这个构造呢，大概是5年前才发现，我们很惊讶。人类到现在出现了10几万年，到5年前你就知道你脸上有这个构造，而且这构造每个人都有，但居然以前的人都没有发现。所以我就说，脸是一个很精细的。随着美容医学的进步，大家对脸部构造越研究越深。很多早期在做解剖研究，在做一些组织研究，它没有那么精细的时候，就没有发现这个构造的存在。所以有时候常常会有客人会误会一件事，就是说医生一定要找老的最好。我这样会打脸自己，我也算老医生了，对不对？我是47、48岁的，也算老医生了。坦白说，医生什么时候最好？你知道吗？对，尤其是外科医师，大概就是40多到50多这个年纪，超过50几岁以后，对不起，这个医生他可能学的都很久。你现在去找一些已经55岁以后的医师，你跟他讲这个东西，他可能连听都没听过，他不知道，真的。然后会跟你讲这不重要，这样的东西干嘛？我不知道，一样可以开刀啊，不开出来的精细度就有差，不一样。那你找一些年轻的医师，他们可能有接受到这个讯息，但是他们经验可能不够不足。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是在巅峰的时候，不过再几年可能也会开始，所以要把握这个时机。有时候客人都会说，有张医生，我现在给你开这个手术可以撑15、20年，我下次开要找你开，我就想说，可以，但我希望我那个时候不会太老。好，那这个面颌韧带是什么呢？它是我们颧大肌从我们颧骨到嘴角窝轴的一条韧带，它就是把我们脸分成中脸跟下脸的一个间隔。那因为这个韧带跟我们的颧大肌连在一起的，颧大肌是笑的时候会收缩的韧带，所以笑的时候一扯动这个韧带，就像这个图一样，它笑的时候一扯动这个韧带，就会把组织往上推。我们的摄影师现在正在试验他自己笑的时候，对，就这样，这就是你笑的时候为什么会脸会上扬呢？就是颧大肌带动韧带把它往上推。但如果你在这个韧带的内外侧打填充过多，就会在笑的时候堆起来啊。如果是打在韧带上面，破坏了这中间的界限，就会变成一整块大。这也是有在看这个频道的医师可能也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有时候打完这样？你现在知道，就是问题就是出在这个面颌韧带上面。我们要怎么样预防？预防来了，重点来了，其他频道不会讲的。因为下半脸会蛮化，常常都是因为为了填脸颊凹造成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脸颊凹分成3型哦。第一型呢，就是这个脸颊凹是在比较靠近嘴角旁边，黄色这块我们叫前颊凹。蛮化脸其中一种表现就是下垂，前颊凹打太多会下垂，导致法令纹末纹。第二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颧骨下面是中颊凹。第3型在鬓角，这叫后颊凹。前颊凹这个地方哦，我们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如果有凹陷，可不可以填充？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填多，而且材质的选择很重要，因为填多了就会加重法令纹跟末纹。刚刚给大家看蛮化脸，是不是有一些人填完以后法令纹末纹更严重？对啊。好，就是填错了，他对构造没有概念。那要怎么填？好，要选对材质。要怎么填？你来找我，我可以跟你。好，那中颊凹这里就很重要哈。中颊凹它的位置在我们颧骨下面这。哦，其实像10就稍微有一点中颊凹，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中颊凹有分真的凹跟假的凹。还有真假对不对？还有真假，很奇怪哦。因为这个中颊凹哈，中颊凹这个位置在颧骨下面，有些人他是真的太瘦了，或者他真的流失太严重，他是真的凹。但是有很多的人，他的这个凹其实不是真的是他凹陷，哦，他是下垂了。当很多人呢，他是因为本来在这个地方的组织，哦，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假指垫，它掉下来，掉到这里来，它这里有一坨嘴边肉，然后这里就凹了。它是因为掉下来导致的凹，它不是真正的凹，它是下垂导致的凹。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医师没有帮你判断，他直接填，你这里因为下垂了，这里多了一块嘴边肉，你再填，结果就是变得很大一坨。
一大块这样子，就会变成蛮化脸。如果是下垂造成的夹凹怎么处理？你要用深层的拉提，你去打电波、音波那一类的能量的东西，打完结果没有效，而且更惨。为什么？因为你不管是音波、电波，它的原理都是加热嘛。一个是用超音波加热，一个是用无线射频加热，就很像一个塑胶袋，你用吹风机吹一吹，塑胶袋会收缩，可是在加热的过程中，它也可能会溶脂。那结果就是你这个地方已经凹了，结果它更凹。这里有一个重点它下垂的组织叫甲脂垫，它是深层的构造。那电波、音波，它的能量再怎么打都穿不透筋膜。你就算打了100万发，或是你花了100万去打电波、音波，对不起，它怎么样就穿不过去。非但不会因为这样你打电波、音波它就提上去，反而会让你这个地方的点更凹。那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块甲脂垫呢，把它重新上提。我们看这个3D 动画你用这种深层的8字线才可以把这个甲脂垫重新提回来中夹凹。用这种方法，第一个你嘴巴会变小，第二个你中夹凹也改善了，你根本不需要填充，不会变蛮化脸。还有一种后夹凹，后夹凹指的是鬓角侧边像我们现在影片看到这个鬓角这个地方下面这个地方的凹，这个地方呢可不可以填？可以填。要注意一件事，它只能填平，不能填到鼓起来。填到鼓起来，因为它在脸的最外侧嘛，你填到鼓起来，它最外侧不是就是又是一种蛮化，脸就变大变圆，更大，那就变成面包超人。原来蛮化脸有分的，有的蛮化脸它的表现是会下垂的，有的蛮化脸是会一大坨的，有的蛮化脸是笑起来会鼓起来的，有的蛮化脸是会圆的。那原因就是这些医师填的位置不对，还有填的材质不对。怎么处理？好，有很少数的影片会告诉你蛮化脸怎么处理。我会跟你说，玻尿酸太多了。这个时候常看到这些文章，蛮化脸的处理要把玻尿酸降解掉。蛮化脸，我告诉大家，现在造成蛮化脸最多的不是玻尿酸，最多的都是胶原蛋白增生剂。打太多了，胶原蛋白太多的时候，就从幼态脸变成蛮化脸。还有一些是甜脂甜太多了，这样姐妹可以降掉它吗？不行，不行。大家会说，那我就抽脂啊？的确，抽脂或者打消脂针可以把这个脂肪溶掉一些，可是就松了。饱满的气球，你把它泄气，不是就皱皱的了吗？然后昨天就有客人，他去抽完以后，他说我比较小，但是现在就是很松，下半年更容易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是蛮化脸的人，你要溶脂和抽脂，你绝对不要只抽。大家现在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呢，你看它黄黄一颗一颗的，就是脂肪细胞。不管是把它抽掉或溶掉，你可以看到脂肪细胞一个一个慢慢变少了，它是不是变得比较疏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搭配一种比较特殊的环形的埋线，像8字线就是环状的埋线。你看就像影片这样，当它在比较空、比较疏松的时候，这样环形埋线一拉扯，它就会贴合，就会贴紧，就不会导致说哇，如果脂肪溶掉，就有点更垮了，那就不好看，只会显得更老。好，还有一件事。有些医师说，我有帮你诊断，我知道你这个地方呢是甲脂垫掉下来的，好，那我帮你把甲脂垫从嘴巴里面口内取脂拿掉。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大概在3年前开始有一些研究发现，如果你是甲脂垫掉下来的这一种垂，最好不要从嘴巴里面口内取脂。这个影片是我发表在国际论文里面的一个影片。其实甲脂垫呢，它是一个长条状的构造从太阳穴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脸颊。那随着年龄，它会往下掉。那如果你今天从嘴巴里面去开甲脂垫的时候，拉出来这个动作就是把甲脂垫从上往下拉。所以甲脂垫虽然会变小，可是这个拉扯的动作反而让它之后会垂得更快。有一些老医师现在还在这样做。这个概念跟我刚刚讲的。你如果皮下脂肪抽一抽没有拉紧，之后会更松。甲脂垫也是一样，你把它拿掉，它空了嘛，它一样会更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搭配深层的埋线。那讲到8字线到底什么叫8字线？浅层的部分在溶脂完，用环形的方式把这个皮肤贴合收紧。深层的部分呢，就是可以把这个甲脂垫重新往回提回去它原来的部位，可以让它变比较小。那这个都是用来处理蛮化脸的好方法。我的蛮化脸是因为
一些不可吸收的东西，打了某个牌子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已经过了4年、5年、6年了，都不会消。昨天晚上7点来的一个客人，他就是打到这个东西，他已经6年多、7年都没有消，啊，每个人都问他你的脸怎么了？他一坐下来，我第一句话说你是不是打了什么？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其实曾经有录过，但是后来被拿掉。我那个时候如果知道，我就不会打了。我还是在这里不要讲好了。还有好奇，你怀疑打到的是这个东西，请私讯我们。我之前有影片提过，后来厂商打电话来一直拜托说这样会影响到他们，人家叫我不要讲。所以想要知道你是不是打到这个产品，请跟我联络。啊，有一些人是打了早期一些不可吸收的产品，然后这些东西就让它盲化越严重，然后越来越脆。那怎么处理？有办法的。3层次拉皮，它的重点，皮肤、皮下脂肪会处理，筋膜会处理，筋膜的生命会处理，是不是比较全面？而且重点是从这儿一直到法令纹这儿，我们都会做到。这就不是那一种只做侧面的拉皮可以做的。很多拉皮手术，他遇到你这种盲化脸，他会跟你说我这样拉一拉比较紧，它会小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拉完以后几乎没什么小。第二个，你这些很多余、很重的东西，很快又会把它扯回来，又下垂，时间很短。对我们而言，那个是假拉皮，那没有意义。但3层是拉皮，因为我们每一层都会做到，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不要的东西可以把它清除，对，同时再把它重新收紧。所以你脸变小之余变紧致的效果可以非常的明显。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做的这个盲化脸的一些照片，脸呢没有像之前那么肿啊，而且它的紧致变小的程度才是真正的幼态脸，绝对不是一直靠填充把它撑起来。除了要饱满之外，还要紧致，而且不能够 over。所以我们今天呢，准备去面包车，最后给大家这个图，跟大家讲了这个盲化脸第2集。那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想要处理啊，你可以影片下面留言，或者是到我们的官网、到我们的粉丝团留言，我们的小编也会直接把你的状况跟我说。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很有用，也欢迎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或是你觉得你的朋友好像有一点被盲化，你也可以把这影片传给他看，所以有人可以救你啊。欢迎来到科普医美新知，我们欢迎张帅张医师。这就是我们盲化脸的代表，面包超人就出来了。但如果还没有看过前面2集哈，前面2集呢分别是在讲中脸、下脸。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上颚。上颚。对。上颚也有盲化。你上颚也有盲化脸。是啊。你不知道，盲化无所不在啊。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何？好，我们知道盲化脸这个词哈，其实一开始是大陆他们把这个馒头啊盲化脸举得很形象化，很好。那其实我们前面几集都讲过，它其实就是 overfilling syndrome。好，那在上半年它最常表现呢就是额头太凸，或者是太阳穴太鼓，或者是落日眼。什么意思？我们给大家看几个图，你一眼看过去，不就这个额头？你像有一种恐龙，那个叫什么？就是它会用头去撞人家，这个甜的就过头了，对不对？好，你再看这个，这是什么？是不是很恐怖啊？对，变美有需要变这样没有？这是真的过度填充了，填充过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在大陆说这个叫寿星公，就是很饱满。那我们在台湾就是说这是福禄寿这个。福禄寿。在以前可能觉得这是一种福气的表现，但是在现在的观点会吓一跳。像他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但它整个现在已经变成了馒头界的这个代表，它也是额上也有盲化，好像这个，就是肿起来的，它就是填充，你看这个额头太阳穴就填得很夸张啊，就填得很大，这个就会造成第一个问题，额头饱满的确看起来会是比较漂亮，可是额头过度饱满，除了看起来会像冠龙之外，还有面包超人，对，然后而且呢。你会觉得它发际好像变得太高，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有呢。其实我们额头呢要秉承一个原则，就是3庭5眼。3庭5眼就是说，我们的发际到我们的眉心，眉心到我们的鼻尖，鼻尖到下巴，就是要1比1比1。那有的时候你填得太饱满，它是不是整个看起来就拉长？对，拉长了，结果发际线后退，反而看起来是显老的。
我们又不是要练少林足球。你为什么弄成跟外星人一样？我这样讲开玩笑，其实不是很好，因为有这种困扰的人，他一定是很难过。有些人他是被医生错误的审美观搞成这样，那有些人是他本来想要填充过头了。其实你知道吗？像以前我们在做鼻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完那鼻子，大家觉得这样高度按照比例做但是人会有一个人性啊，就会想要更高、更 over， 然后就想要更尖，然后就后面就做就越做越夸张。所以你看有些好莱坞的明星，他会想说，你是好莱坞的巨星，应该会找得很好的医师，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我们刚刚看了一些图片，那就是因为他心里面已经跨过了那个美的界限，他只是觉得我就是要高，一开始我只是要平顺。后来我要饱满，我就是要高，我也就是要凸，后来就变蛮化了。其实这样已经 over 了。我常常在说，我们变美还是要让人认出来你是你，你是谁？然后是自然的。我们要变年轻，不是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做完了以后，你高中同学看到你是说，你怎么都没有变呢？不是，你是我们班的吗？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额头一样也有分层次的。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层次，这是早期的构造。什么叫早期？或者人还有进化，不是这几年随着医学美容的进步其实大家对脸的结构越来越认识了。对，早期大家对额头认识就是一层皮一层肌肉贴在额头上，没有你们看这篇文章是2023年 PRS 的一篇论文，算是非常新的一个论文。它告诉你我们的额头分这么多层，额头一样分3层。一样分3层，而且我们把这个额头分这3层的构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随着年龄老化，它这里会越来越凹，因为在眉毛上面这个地方这一区，它有深层的脂肪垫，它会慢慢的萎缩。额头的这个地方呢，它在深层脂肪垫下面还有一层深层的筋膜室。如果今天注射的医师他对构造不熟，他不知道该填哪里，反正哪里凹就填哪里，那就会有问题。如果你填错的结果，反而会导致你的眉毛会更垂。填错材质，对，变眉压眼；填错深度，就会让它更下垂，就会变成蛮化。一般我们其实填额头最好填的位置，我们叫做皇冠区。什么叫皇冠？比如说J10，哇，我们要帮他戴皇冠戴上去，就是刚好卡在这里，有没有？以前皇冠就会刚好卡在这里，中间是一个宝石。大家去看那个神力女超人，她皇冠不是戴在这里啊，皇冠戴在这里，头一动它就掉下来了。对，它是在这里。它是在这个地方，它刚好就是卡在哪里？卡在眉毛上面最凹的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以前人戴皇冠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挡住额头这个凹的地方，它刚好卡在这个地方。然后为什么皇冠中间有个宝石，看起来比较酷炫啊？你不觉得常常客人来都说我要填这里凹？对啦，因为古代没有方法可以填，那我是用宝石挡在那个地方，看起来会比较雍容华贵，不显老。就像我们现在也会觉得额头饱满的看起来比较有精神，以前没有办法填充嘛，现在呢，我们可以用填充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填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结构的问题。我们老化的时候，除了中间这块凹，它越往外侧会这样子，会有一个这样的斜面，这样。为什么？这是跟这个结构有关。我们这个深层的脂肪垫还有这个筋膜室，它就是这样慢慢缩上去的。中间呢，这里特别大一块凹陷，然后到这里会是这样斜上去。所以在填充的时候，我们在填的时候最好顺着这个结构这样去填。不是说反正我就给你通涂起来，那就会难化。这是另外一个侧面的图，这是我们的太阳穴。太阳穴跟我们脸一样，分成浅层、中层跟深层。其实，在真正的医学上还可以分成不同的小层，总共有10层总共有10层填错层，非但有危险，甚至也有可能凹凸不平，或者是会造成眼尾的下垂。眼尾你说这边太多会这样？对，那事实上填太阳穴是有一层是绝对安全的区域，不会凹凸不平，填完还可以上体。有些医师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可以填，或者是他知道有这个地方可以填，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填到这一层有方法的，而且很简单如果你是正在看这层的医师，可以来参加我开的这个解剖课然后张医师，你讲了好多，那请问要怎么预防呢？所以我刚刚讲结构你要了解，要选对材料，填对层次，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先拉提再填充。
为什么？为什么？好，其实大家会发现一件事哈，随着年龄，眼皮越来越垂，这越来越凹。对，很多人来第一件事我要填充，但它更垂。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地方拉提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仅上提了，而且它上面也会没那么凹。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填充的量就没有那么多，就不会有过度填充的状况。哦。你看，我们上一集在讲下半年也有这个问题，有没有？就是说，我说有很多人他的这个中颊凹，它其实是因为下垂造成。这个时候，你先把这个深层的假指垫用深层的八字线上提，不仅你嘴边会变小了，脸颊凹也改善了。你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填充，就算你要填，就要填一点点，你才不会过度填充。那如果你没有先做上提直接填，填完的结果就是哇凹改善了，但这里跟嘴部连在一起就变很大。一样的道理，你没有先拉提直接填充，填完了之后过度填充之外，还导致它更垂，所以一定要先拉提再填充。原来是这样。嘿，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如果你的额头本身很高的人，也不能够随便填充。其实很多人他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他的发际线会一直往后退，那这个时候你再填充，哇，惨了，看起来更夸张了哦。我们来看这个。像这种状况，它额头凹陷、纹路，眼皮也垂，发际线也高，有一个很棒的手术。这个手术它可以把这个眼皮上提，然后还可以同时把发际线下拉，这就是我们的新式冠状额拉。什么是新式冠状？新式冠状额拉，大家想好奇吗？我之前有个影片专门来讲新式冠状额拉，再请你们把链接放上去，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来去看哦。哦，那这种方式跟传统的冠状额拉跟内视镜传统的冠状五爪那个都不一样。不仅可以把下垂的眼皮、眼尾上提，还可以同时把发际线把它往下拉。差很多。哦，你会发现哇，他整个人眼睛变有神了。往上拉的过程，其实有一些凹陷的部分，它也会改善，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顺序。所以讲了这么多，最后回到这里来啦。脸毛超人。今天我们又跟大家讲这个漫画脸，就是要告诉大家哈，不是什么时候靠填充处理，才不会过度填充，很重要哦。那我们的频道是一个知识型的频道，我相信对大家在求美的路上会有很多的帮助。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有帮助，欢迎把这个影片传给你的朋友，所以有人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哦，那如果你把这个影片传给你朋友，可以跟我们小编讲，我们小编会寄给你一个我们的这个电子书。这本书是我自己写的，它也不会很枯燥，因为里面很多图片，你会对你脸上的结构更加了解。那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实证医学才正确，术中录影别忽略，名校才是最贵，想做就要找专业。好，那节目到这里喽，拜拜。拜拜。
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